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云飞。今天我来为大家展示一下小米13 Ultra 它使用 Ultra RAW 这个格式，它可以拍摄出怎么样的照片，或者说它有多大的一个后期的能力。今天我将来为大家带来一些拍摄，主要的主题就是人文。我会把焦点聚焦到一些人和景的结合上面，然后使用小米13 Ultra 它的这几颗镜头，还有它的 Ultra RAW 来拍摄一些还不错的画面。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挺不错的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我们开始。这张照片其实拍的是挺偶然的，我是偶然间看到他们俩坐在那边，刚好这个卫生间是一个纯红色的。注意轿车的这个反光，我们后期处理一下，绝对是非常哇塞的一张照片。小孩子在和家长怄气，就挺有意思的。然后我拍下了这张照片。在园区里面遇到一位打电话的女士，她在那个场景里面就非常的优雅，特别是她戴着一个帽子啊，结合这个背景，如果后期调一下，那真的是绝了。这张照片我是想用前景框住背后的一个主体，本来我是想用那个框框的，然后我发现了，这一束阳光，然后和后面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车子，就非常的绝啊！因为是第一次使用这个 Ultra RAW 嘛，所以我拍了2张，一张是这种过曝一点点的，后面主体是清晰的，然后另一张是前面的这个光尽量都是压暗，然后拍摄了这一张照片。看了这么多张照片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个人是觉得很溜很牛的啊！就这个RAW文件来说，确实记录了非常多的信息。然后，如果你真的要把它进行后期的话，也确实，是可以搞出来一点东西的啊！这就挺方便的。如果说你在使用手机的时候遇到一些你觉得特别哇塞的场景，你也可以使用它来进行一个拍摄。如果你觉得就普通的一个拍摄还不能够满足你的一个表达的话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Ultra RAW。确实是挺不错的一个点啊，就是大家在看我进行操作的时候，也会发现它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你使用 Ultra RAW 的话，你的这个快门速度还有 ISO 是不能控制的，你只能控制色温和曝光补偿，这点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痛点吧。这也是我一开始使用它的时候觉得挺不适应的一个点。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墙壁啊。两边都有一些这种非常个性的这种装饰，墙壁的颜色也是浅蓝色的。这个环境有阳光，有阴影，然后有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小装饰。这个时候只需要有一个人从这边走过去，然后搞一个剪影，我个人认为就是非常哇塞的一张照片。恰好我就等到了这样的一个人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它是怎么产生的吧。来 get 在路上发现了一辆靠在这边的单车，我觉得它放在那里就非常的有故事啊，所以我又拍下了这张照片，就简简单单进行一个调色，它就成这样了。让我们沿着这辆单车往前，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构图。注意看远方的那个电瓶车啊，要是那里有个人的话，那将是绝佳的一张照片。
路上遇到一个老爷爷在做饭，我及时拍下了这张照片。在等我想换其他的角度拍摄照片的时候，老爷爷已经进去里面进行烧饭了，就特别的感慨呀。遇到一辆落单的这个ofo的单车，时代的眼泪啊！我觉得这个角度的话，可能少那么一点意思，所以我要换一个角度，把一条路的这个纵深感给它拍摄出来。而且现在这个环境我感觉有点太亮了，不太适合，所以我继续把这个曝光补偿给拉低一点，以求获得最好的一个信息状态。路上碰到一个修车的摊子，老奶奶和这个大叔在这边边聊天边修车，这个场景我也觉得非常的温馨啊。就这样直接拍我觉得少点意思，所以我把这个电瓶车的镜子作为一个前景拍摄了这张照片。在我穿越大街小巷的时候，碰到了街坊邻里的这个对话，他给中间人还让出了一条道，特别温馨啊。在我回程的路上，我看到了一辆自行车，所以我快马加鞭，我先到前面去等他，就等他出现在我的画面里面，于是我抓到了这张照片。大家看完我拍摄的这些照片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啊，特别是有几张照片构图也好呀，然后这个颜色也好，在我的调整下，它其实都已经非常不错了，然后已经有了那种氛围感。就在小米13 Ultra 上面，你其实已经没有太多这个设备上的限制，毕竟它的整一个的这个镜头的数量是足够的，然后焦段覆盖也比较全面，它还有一定的一个虚化，拍摄出来的话就会有相机拍摄的一个感觉，搭配上这个 Ultra RAW， 在后期调整下，这些照片真的就非常有特色，也有无限的可能。我觉得这就是它非常强大的一点。如果大家买了小米13 Ultra 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试它这个 Ultra RAW， 前提是你会使用电脑进行修图啊。我个人认为使用电脑修图可以更加放大它的一个可能性。相册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功能了，但是它还是不适合那个微调。如果使用微调的话，它将会有更多的可能。我是云飞，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记得点个赞，投个币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